有缘人，了凡四训里有句话说：命由己造，福自我求。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种下的。我们的宇宙就像一块巨大的土壤，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播种，种下什么就收获什么。种子法则的核心观点就是像农民种地一样，我们通过播种来获得所需要的东西，这样才能掌控最终的果实，不至于遭遇灾难。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22条种子法则。通过这些灵性法则，你无需依赖运气，就能轻松种下幸福的人生和成功的事业。01，性质相同，种下什么种子，就会收获什么果实。想要什么，就必须先种下与之相符的种子。如果种子与期待的结果不匹配，是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的。需要钱财，就要种下钱财的种子，把钱财布施给更贫穷的人。需要健康，就要种下健康的种子，帮助他人获得健康。需要和谐的夫妻关系，就要与他人处好关系，传授和谐之道。需要子女有德，就要以身作则，种下德性的种子。总的来说，五福临门的人生都是播种的结果。如果只是随意种植而不考虑种子的存在，土地是不会自发长出果实的。因此，上班族不能将工资全部花光做月光族，而要留下一部分作为种子，这就是自然规律。02，数量不等，春种1粒米，秋收万棵苗。1粒落土100粒留，1文舍出万文收。这些都说明了小因大果的道理，就像把一粒小小的西瓜种子埋在土里，将来可以长出很多大西瓜，而大西瓜里面又有许多西瓜种子，不断循环播种，就能持续收获果实。例如，有紧急病人需要去医院，问路时若遇到指错方向的人，可能晚了10分钟就会失去生命。同样，老师的一个动作、一句话，甚至一个眼神，对学生都有极大的影响。学生可能因为一句鼓励而充满自信，也可能因为一次无端责骂而失去信心。这无意中的一句话，就种下了一个结果，这就是小因大果。了解种子法则后，会发现既可喜又可怕。可怕的是，我们的每一个言行都在播种；可喜的是，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获得想要的一切。专业播种和自由播种的性质是一样的，但成果数量却不同。在企业工作，就是让我们的工作集中起来，团队合作播种，这样就能收获比单独播种更多的结果。我们进入企业，就是从个体户行为转变为团队行为，通过集约化解决社会问题，同时快速解决自己的问题。种子法则提醒我们，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，每一颗种子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和潜力。通过有意识地种下积极的种子，
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迎接更加美好的人生。03，种子要真，想要收获满意的果实，首先必须确保种子的真实性。假如种子不真，便无法得到理想的结果。要获得财富，首先需要理解财富的真正含义。要获得健康，也必须了解健康的本质，然后再去播种。我们必须遵循一个次序，先获得常识，再理解规则，最后掌握技术。只有在理解这些之后，才能一步步达到圆满的结果。我们清楚播种的季节和规则，才能种什么得什么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否能为他人带来成功，拥有一颗真诚希望他人成功的心，并付诸行动去帮助他人，我们就种下了成功的种子。种得越真诚，越勤奋，收获的果实就会越丰富。如果我们以真诚的心帮助他人成功，让他人因我们而受益，我们也必然会取得成功。反之，如果总是让他人痛苦和烦恼，我们最终收获的也会是痛苦和烦恼。04，埋得要深。种植时，我们会将种子深深埋在土壤中，以便它更好地扎根，吸收大地的养分，同时避免被太阳的高温照射而无法发芽。生命的成长规律和财富的获取规律相似，我们布施、行善，实际上就是在种下财富的种子。如果我们做了好事后四处宣扬，就相当于把种下的种子从地里拔出来，这样自然无法开花结果。观察社会现象可以发现，那些做好事不留名的人，往往获得更大的回报。这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体系，每个人的意识时刻记录着自己的行为、语言和意念。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唯一检察官。明白这一点后，我们做善事时就不会渴望他人的知晓，因为会有更多的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做坏事也无需心慌地躲藏，因为终有一天会受到相应的惩罚。05，先种后收。播种的那一刻，就如同是春季，春天播种，秋天收获，这是自然规律。所以我们想得到什么，必须先给予什么，哪怕是要忍痛割爱，也要播种出去。播种和收获不在同一个季节，若舍不得播种，就永远没有收获的季节。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都是在播种。如果我们能对所有人都非常尊重，尤其是对社会地位较低的那些人，如保安、清洁工、送餐员和快递小哥，不久后一般不超过3个月，我们就能明显感受到变化。比如在参加聚会时，他人会比以前更尊重我们，因为当我们时时想着怎样利益他人时，就是在播种善良的种子，为自己积累福报，种下了获得他人尊重的因。06，时间错后。种子成长需要时间，这就是时间差。时间差的存在，往往让我们难以分清事物的表象与真相。例如，
某公司在2008年为当地的希望小学建设工程贡献巨大力量，而在2009年通过偷工减料降低成本，2010年获得了大笔财富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些事件是对等的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因为这家公司在2008年种下了财富的种子，所以在2年后收获了果实，而2009年做的坏事会导致公司在2011年或2012年倒闭破产。种下的种子不可能马上发芽、开花，结果它需要经历一系列过程。那么如何让善种快速结果？如何彻底消除恶性的种子？首先要忏悔我们曾经种下的恶种子，悭贪、吝啬、占小便宜等。其次，我们要持续不断地种下富贵的种子，随时携带种子，遇到福田及时播种。尤其要尽心尽力帮助那些比我们生活还艰难的人。07，感恩是浇水，感恩生命中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以及我们帮助过的人，就如同在为我们的生命之树浇水。没有感恩，就如同没有水，种下的种子也无法生长。学会感恩，时刻挂念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，才能获得富贵长寿。感恩的本质，就是在给自己的生命之树、财富之树、健康之树、夫妻和睦之树浇水。08，祝福是施肥，要让我们的生命之树茂盛，除了浇水还需要施肥，因此在种下种子之后，还要给予对方祝福。祝福就像施肥，让我们的善苗茁壮成长。看到乞丐时，可以默默祝愿他餐餐有饭吃，不再挨饿，并早日理解财富的真谛。看到农民时，希望他们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看到流浪的小动物，希望他们能找到安全的家园。对身边的人升起祝福之心，就相当于在给善苗施肥。特别是多祝福比我们生活富足的人，愿意祝福他人时，天地会实现我们的祝福。09，愿兵毁苗。种下善良的种子后，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抱怨，就像冰雹砸在刚发芽的善苗上，使其失去生机。抱怨如同在给恶苗施肥，助长恶苗的生长。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中，抱怨是一剂毒药，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。观察身边的人，爱抱怨的人和积极阳光的人各自过着怎样的人生？我们要选择成为哪种人，过怎样的生活？是选择抱怨还是选择积极阳光，取决于我们对待人生的态度。10，怒火烧林。我们的好事如同一片功德森林，而愤怒之火则会立刻烧光这片森林。所谓的火烧功德林，即是如此。人有七情六欲，发怒在所难免，但随意的怒火如野兽出笼，会伤人于无形。看守好自己的负面情绪，谨慎使用发怒的机会，这是修养。
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。11. 认错松土。种下种子一段时间后，土壤会板结，庄稼也会枯萎，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像土壤一样，时间久了就会板结。如何防止板结？我们要学会松土，彼此认错，与身边人关系缓和后，生命之树的根才能得到滋养，生命之树才能枝繁叶茂，花香果美。以此，错误未必毁掉我们今后的人生道路，但不愿承担责任，不愿改正错误的态度会真正阻碍我们。对每一个人都要用谦虚、温柔、慈悲、善良、真诚的心来对待，这是重要的人生品格。12. 磨砺自我，成就不凡。在成长的旅途中，我们常常会被问及，是茂密的森林还是清爽的草坪更适合种子的发芽？而答案往往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同我们的生活，若要让财富、健康和幸福之树茁壮成长，我们需要不断进行磨砺和清理。除草与松土便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步骤。除草代表着我们必须剔除心灵中的杂草，改掉坏习惯，为善根深埋。因为我们的思想环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，而行为又会渗透到我们的命运之中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将优秀的种子播种在肥沃的土壤里，为其提供适宜的环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个人都扮演着环境的守护者的角色，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，才能收获丰硕的果实。总结成功人士的经验，他们往往先通过除草、清理杂草，改过自新，然后通过松土，改正错误行为，修复关系，最后再播种种子，奉献、回馈，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这种不断努力的过程是成功的基石。我们要与过去的自己告别，接受、转变、提升。只有在面对任务时勇于担当，在功劳面前谦逊，我们才能种下成功的种子，收获丰硕的果实。另一种除草的方法是将梦想转化为理想，理想转化为目标，再将目标转化为行动计划，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只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追求人生目标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成为一个谦虚、利他、有担当的人。13. 农夫有三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农夫，而我们的行为、语言和心念则是我们播种的种子。每一天，我们所播下的种子都将在未来的生活中生根发芽，决定着我们的健康、家庭、财富和幸福。我们的心灵就像是土壤，而我们对他人的善行则是为他人播下的种子。当我们让他人受益时，自己也会因此而收获圆满的果实。如果我们的行为、语言和心念不圆满，那么我们就无法种下圆满的种子，也就无法收获圆满的果实。
因此，要想拥有美好的生活，就必须成为心灵圆满的农夫，播下美好的种子，让它们在美好的土壤中茁壮成长。14. 福田六种。福田被分为6种：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、众。天代表时间和规律，我们要学会尊重时间和遵循规律，只有这样才能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情，实现天时地利。则是指物质和空间，我们要善待自己的物质财富，让其发挥最大的价值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尊重自然规律，顺应地球的节律，实现天时地利。君代表领导，领导者的存在是我们大公无私的表现。我们要尊重领导，服从领导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同的目标。亲指的是我们的亲人和祖上，我们要孝顺父母，尊敬长辈，因为父母是我们最好的福田，只有孝敬父母，我们才能得到福报。是指教导我们的人，无论是老师还是其他给予我们经验教训的人，我们都要感恩他们的教导，学会从他们的教诲中汲取经验，让自己不断成长。众代表我们遇到的所有人，我们要竭尽所能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因为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福田。当我们伸出援手时，我们的心灵也会因此得到净化，我们的种子也会因此得到滋养。最终，我们的财富之花将在善行的浇灌下绽放。15. 按图索骥。要想得到什么，先给出去什么，付出什么，就会收获什么。这是生活中的一条简单而重要的真理。在人生的地图上，成功的路径中央有一个我。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就必须先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目标。这就是先付出后得到，先播种后收获的法则。然而要注意，种子虽然性质相同，但数量却各不相同。首先，对于员工而言，让员工获得收益，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回报，而且如果员工遭受损失，你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这种因果关系，不要算计员工，而应该是帮助员工计算。其次，对于客户来说，无论经营何种业务，都必须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，诚实守信，货真价实，明码标价，这才能真正带来财富。不诚实的做法可能会招致灾祸。当客户获得利益时，我们也要确保供应商能够得到利益。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帮助平台企业赚取利润。最后，对于国家而言，我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都需要国家投资，维护国家和平也需要金钱支持。作为国家的公民，纳税是我们的义务而非荣誉。纳税越多，我们播下的种子就越多，我们也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。
我们的胸怀必须开阔，考虑员工、供应商和国家的利益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。16、条件具足，在种子生长规律中，阳光和雨露是种子生长成果实的必要条件。同样，我们的财富法则也需要类似的必要条件。例如，你曾经慷慨助人，如今在困境中，会有人伸出援手帮助你，这个人就是你成功所需的必要条件。换句话说，你所播下的种子需要通过某个事件或某个人的参与才能结果。这个事件或这个人就像是种子生长所需的阳光和雨露，也是种子生长的必要条件。只有当因缘和条件同时具备，我们才能确保一切顺利。17、一日三餐。一日三餐即吾日三省吾身，意为每天反观自己，对当天的所作所为进行总结。对于做得好的事情，要保持谦逊，不骄不躁，并继续保持下去。对于做错的事情，要真诚忏悔，并发誓不再犯。我们的智慧在这不断反思、清理和播种的过程中不断增长。18、重复播种。完成前面所有步骤后，如果没有持续重复播种，一切也就无济于事。就像农民播种一季丰收后，如果不继续播种，来年就不会有收成。许多企业只重视收获而忽略了播种，这样就无法形成闭环，无法持续富有。只有持续播种，才能重复收获果实。因此，行善最重要的是时刻为他人着想，这样我们就能在无意中不断地帮助他人，实现重复播种的目标。19、植入人心。天之力莫大于日，地之力莫大于电，人之力莫大于心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让他人感到愉悦，这样才能产生巨大的力量。只有真正利益他人的种子，并且用真诚重复播种，我们才有机会在他人心中植下种子。当我们的种子深植他人心底时，他人才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和真诚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敷衍地播种，最重要的是用真诚之心去利他，因为只有真心才能征服人心。20、无相无量。金刚经告诉我们，因无所住而行不施，其功德无量无边。这意味着在做好事时，要尽量去除自己的私心，不要总是牵挂着自己曾经做过哪些好事，给谁什么东西等等。要把这些行为当作是自己的本分。布施的最高境界是三轮体空，即无我放下我，在布施的念头；无他放下帮助的对象；无物放下所布施的物品。我们要本自善良，自然天成，在不动声色中降利他，行善布施供养，形成一种常态与习惯。21、无财欺施。当物质匮乏时，我们仍然拥有7种天赐的布施：1、
言师用慈祥而明亮的眼睛待人，而言师以乐观阳光的面貌待人。三，绅士以清洁而端庄的仪容待人，同时在行动上帮助他人。四，言师以温和的语气待人。五，心师用真心待人。六，床作诗主动把自己的床做让给他人，也包括放下自己的名利。七，房设施以洁净的房子接待访客。以上7种布施都不依赖于外在物质财富，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如果我们将这7种布施变成生活习惯，就能获得无尽的福报。22%种下成功的种子后，再投入100%的信念，100%的精力，100%的开心，并承担100%的责任，我们就一定会收获100%的成功果实。不再需要碰运气，我们就可以主动地驾驭生命，享受命运。只要按照以上22条法则去实践，没有人不会成功。这些法则就像人的22个基因一样，如果我们的基因圆满，我们就会圆满；如果基因不圆满，我们就不会圆满。因此，要想成功，必须按照种子法则去种。任何美好的结果都源自于我们的播种，而任何悲惨的结果也是出于我们的播种。只有帮助他人成功，我们自己才能成功，因为唯一帮助自己的方法就是帮助别人，而毁灭自己的唯一原因就是毁灭他人。种子法则的农耕4部曲：一、培育圆满的种子；二、寻找福田；三、慷慨播种；四、冥想祈福。财富不是想来的，也不是求来的，更不是骗来的，而是依靠这22条种子法则，再加上4条农耕的程序播种而来。只要按照这个程序去做，我们就可以获得丰盈的财富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种下善因，愿你从今只种善的种子，早结善果，收获满满的福报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